大家好，我是洛克。今天这期影片要分享的是关于买房议价这件事。对于有自住需求的人来说，买房绝对是人生中最大笔的支出金额，因为只要一句话，省下的可能就是你2到3年的年薪，所以这绝对是大家必学的技能之一。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听过身旁亲友买房的经验分享？我自己就蛮常听到朋友之前买房议价的故事。状况是这样的，我这位朋友呢，因为要结婚的缘故，所以前阵子就蛮积极的看房，寻找他们未来的爱之潮。所谓有房叫妈，没房叫阿姨嘛。在看过10几个年纪略大的中古屋物件后，这位中介大哥就带我朋友去看了新城屋。想当然，新城屋的屋况好，格局佳，就连房子内都有种甜甜的味道，喜欢这房子的心情都显露在表情上了。不过毕竟看房的经验不足，再加上带看的中介会做一些小状况，所以在看房的过程中只能一直听着中介讲啊讲啊讲，好像今天现在此时不下斡旋的话，这个物件就会长脚跑走了一样。但我朋友基于一定要杀价的立场上，所以把开价798万的物件，最终下斡旋的金额是760万。于是我只能恭喜这位朋友买到心仪物件，贺成交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，就是大部分的人在面对中介下斡旋的时候，都会不好意思杀太多，觉得价钱杀太多中介会不好做人，回去店里会很难交代，那这种客户就成为了中介会爱的肥羊了。其实从约看房见面的那一刻起，就需要一直去试探对方能接受的底线在哪里。当然有些中介也会做一些小状况，看看客户的反应是什么，来去判断你是不是急迫需买房，然后把你分类成 A、B、C 买方。所谓的议价就是一连串的诱导，想法互相沟通后，所产生一个中介可以接受的价位。说白话一点呢，就是认知作战。今天分享的就是我平常常用的认知作战方法。有句话说得很好，你不用很厉害才开始，但你要开始才会很厉害。如果你想要学习以上这些方法与技巧，你首先要做的就是相信自己，帮自己点个赞，帮这部影片点个赞。那你看到最后，如果觉得这个投资方式是对自己有用的，那我真心的祝福你能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而这个频道是专门帮助要成功的人，而不是想成功的人，因为要成功跟想成功，这之间的差别就在于行动力。如果你以后不想再错过这些资讯，你可以跟其他的朋友一样，跟我的想法做连结，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开启小铃铛。好了，那就开始今天满满的干货吧。其实这个方法我也不是遇到每位中介都会拿出来使用的。假设今天我跟中介约好了下午2点看房，2点到了，那我人也到现场了，才打电话通知我会迟到个15分钟，我心里其实就会默默的扣分，把这位中介归类在属于一次性看房的中介类别，感觉上就是比较不尊重买方，因为绝大部分我遇到过的中介都是会提早到现场，然后把物件里面的电灯跟门窗打开通风，让客户看房的时候会比较舒服一点，所以遇到迟到的，通常就是看完房后就谢谢再联络了。那在正常状况下，中介提早到现场等我了，然后到现场之后，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跟中介说，抱歉啊，我刚刚去推斡旋了，所以才没提早到。这时候中介200%一定会问你是下哪一间斡旋，啊怎么被退了之类的话，这就是我一开始说的诱导对话方式，借着退斡旋的这个状况，让中介知道我对买房是有需求的，是属于 A 级买方，给中介一种我只要看对眼的物件，就有机会下斡旋的感觉。当然中介一定也会接着问，那你斡旋是下多少啊？我只能说中介正一步一步的慢慢掉入我的认知作战陷阱中，这时候我就会选择成交量多而且比较大的案子来回答问题，因为中介或多或少都会知道附近案子行情价在哪边，然后我就回答中介说，我知道某某电梯大楼行情单价大约20万上下，我出18万啊。回答这句话的作用也是要让中介知道，我对于行情是有做功课的，所以不能随便唬烂我行情的意思，而且也是灌输中介我只会出行情以下的价钱，算是先打一支预防针的概念。这时候中介一定会一脸不敢相信的表情，觉得怎么可能会有中介敢收下这个斡旋去议价，这个时候就需要再补一句，
因为带看的中介是销售跟开发的交情很好，所以他愿意跟开发的中介一起努力看看这个价钱。虽然很可惜最后没买到，不过他们有跟我说，成功的把底价拉低了一点。那回答这句话的作用是，让中介知道你对于房仲文化是有了解的，然后努力议价还是会有好事发生。那进到房子内看屋况的时候，就可以边看边聊了，然后最后就是问中介这一栋行情是多少。当然本身一定要知道这栋大楼的行情单价大约在哪边，如果中介的回答还是唬烂你的话，那就可以放弃这个中介了，反正中介有很多嘛，失去一个他，还有千千万万个他，所以不要浪费时间在一位不能配合的人身上，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。你们要听听看你现在讲什么？到这边总结一下上面所说的认知作战。第一点，要让中介认为你是 A 级买方，如果当下状况有需要拿出斡旋金，效果会更好哦，但不要硬拿出来给对方看，因为感觉会太套路了，一切就是以自然为主。第二点，把行情拉回现实中，因为中介常常会把最高的成交价格来当成行情说给你听，为的是什么？就是比较好成交嘛。第三点，就是让中介知道我只会出行情以下的价格，让对方知道下次有机会再约看房的话，记得找不要偏离行情太多的物件。第四点，灌中介喝迷汤，为的是让中介知道，帮客户议价才是他们的主要工作，不然都没议价到就成交，那这服务费会不会太好赚了一点？而且正常状况的房屋买卖，通常都不会出到卖方所设定的底价成交，所以跟卖方议价是早晚要做的事情，而且会有很大的机会把卖方的底价拉低一点，对于往后的交易也是有帮助的。以上算是我跟陌生的中介看房比较常用的套路，给各位朋友参考一下。当然想改什么剧本都可以，欢迎大家自由发挥。但是看房毕竟也是要花费很多时间，总是要跟对方有点想法上的交流，一来一往才能跟对方慢慢熟悉，知道买方的需求是什么，才不会空手来，空手回去嘛。正所谓知识的落差，就是财富的落差。投资自身永远比投资任何标的更重要，因为学到了就永远是你的，别人想抢也抢不走。各位朋友可以观察看看那些试图阻止你改变的人，观察一下他们的财富状况。如果他们并不富有，那他们说出的一些话又有什么参考价值呢？各位朋友都知道房地产可以对抗通膨嘛，所以我们都要换个思维，应该是要买房存钱，而不是存钱买房。因为存钱的速度真的是追不上房子涨价的幅度，既然我们不能改变这个状况，那只好选择同流合污了。不过也确实没有任何标的可以赢过房地产这个选项的，不仅安全，还看得到摸得到。所以希望各位朋友，怎么样都要先搞个一间房子来当猪公存钱。如果在看房的过程中，有发现到跟某一位中介很合得来，想法观念也可以配合的话，就要跟他多交流一下。如果他之后有提供不错的物件给你，开价也在合理范围内的话，就有机会可以下斡旋了。现在就来分享一下我是怎么下斡旋的吧。在看完物件后，我通常会直接约中介去附近的咖啡厅聊天，又或者是直接去中介店里聊天。当然新手的话还是建议去咖啡厅啦，毕竟压力比较小，而且在中介店里他们会有主场优势嘛，除非各位朋友已经很熟悉怎么应对了。还有就是不建议在看房的过程中或是电话中出价的，除非你是出中介要的价格，不然失败率几乎是100%。所以坐下来请他喝点饮料，好好的谈一谈，下斡旋的几率真的是大大的提升啊。所谓拿人手短，吃人嘴软嘛。不过还是会遇到一些很坚持不收某个价格以下的中介，这个时候就是要软硬兼施了，问出他除了价格以外的原因。像是怕被店长或是开发洗脸之类的啊，还是服务费会少很多之类的，通常都会是这些原因啦。如果是怕被店里的人洗脸的话，我都会跟他说，不然就约开发的中介一起出来聊嘛，看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解决，让中介可以收下这个斡旋。至于服务费的话，大家都知道买二卖四嘛，除了信义房屋是买一卖五外，所以大部分的服务费分配就是买方2%服务费，卖方4%服务费嘛。如果成交在底价以下的价格，卖方一般都会砍服务费，所以我就会跟中介说，如果我出这个价格，卖方因为价钱的关系而砍你服务费的话，卖方砍几%，
我就补你几趴服务费，这乍听之下好像很傻，对吧？但是听在中介耳里，应该是蛮开心的，因为服务费就是他们的薪水嘛，没有成交就没有钱拿。那一个是要砍他薪水的人，另一个是要补给他薪水的人，你们觉得中介会比较偏向站在哪一方呢？而且各位朋友可以仔细想想，假设行情1000万的房子，最后成交的金额是800万，而我的服务费从原本的2%变成了4%，服务费从16万变成了32万，虽然多付了这16万的服务费，但我却多省下了200万的房价，因为在买卖交易中，买卖双方基本上都只会为了省钱，而一直去压缩中介的利润，所以补服务费给中介真的是在下斡旋时很好用的一句话。希望各位朋友有机会下斡旋的时候都可以无往不利，但是要记住，不要因为中介做一点小状况，就随便把下斡旋的价格提高哦，因为坚持住价格是我们买方唯一的底线了。至于要怎么加价，我下一期影片再跟各位朋友做个分享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找到1-2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么接下来每周3晚上9点，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房地产投资、股票投资，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讯息。如果你不想要错过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开启小铃铛，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真心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各位朋友们，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我们下礼拜3见咯，拜。